你知道吗？这些 NG 的烹调方式就是让你血糖飙高的原因哦。明明都是一样的食材，为什么用不同的烹调方式，血糖反应就会差这么多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些隐藏的饮食陷阱，告诉你如何聪明烹调，稳定血糖，远离糖尿病的威胁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。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明明都挑选了健康的食材，像是鸡胸肉、青菜、马铃薯，为什么血糖还是难以控制呢？问题可能就出在你的烹调方式。今天我们来揭开这个饮食的秘密，告诉你如何避免错误的烹调方式，选择对健康有益的食材，让你的血糖稳定，远离糖尿病的威胁。你有听过升糖指数吗？升糖指数俗称 GI 值，英文是 Glycemic Index。简单来说， GI 值就是食物造成血糖上升速度快慢的指标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吃下等量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， GI 值越高的食物，血糖飙升速度越快； GI 值越低的食物，血糖上升速度则较为缓和。通常我们会以葡萄糖或白面包当作参考， GI 值设定为100。一般来说， GI 值在55以下属于低 GI 食物，56到69则是中 GI 食物，70以上则是高 GI 食物。为什么了解 GI 值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吃下高 GI 值的食物时，血糖会快速上升，身体为了应对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，长期下来，这可能就会造成脂肪堆积，甚至增加胰岛素阻抗的风险。相反的，选择低 GI 值的食物，血糖上升速度较为缓慢，胰岛素分泌就会相对的稳定，有助于减缓脂肪的形成与堆积。因此，对于要稳定血糖、控制体重，了解食物的 GI 值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举例来说，你可能会觉得吃水果很健康，对血糖影响不大，但你知道吗？同样是水果，西瓜的 GI 值就比苹果高很多很多。吃西瓜时，血糖上升的速度会比较快，而吃苹果，血糖上升则相对稳定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建议糖尿病患者要选择低 GI 值食物的原因。你知道吗？即使是相同的食材，透过不同的烹调方式，对血糖的影响可能还是大相径庭哦。这就像魔法一样，改变了食物的特性。以下常见的6种烹调方式，都是可能会让食物 GI 值升高的原因。第一，高温烹调，特别是油炸，会使碳水化合物结构发生变化，可能导致 GI 值增加。比如说，炸薯条的 GI 值就明显会比水煮马铃薯的 GI 值高。此外，油炸还会让食物吸收大量的油脂，增加额外的热量负担，长期容易导致肥胖和胰岛素阻抗，间接让血糖控制变得更困难。第二，烹煮时间长。当烹煮时间越长，食物会变得越软烂，越容易被消化吸收，因此 GI 值也就会越高。像是煮得很软烂的稀饭， GI 值就会比白米饭还要高。第三，勾芡饮食。勾芡料理常用的是太白粉、玉米粉等精致的淀粉，经过加热会产生糊化现象，这会让淀粉的结构变得紧密而滑稠，但同时呢，也会更容易被消化吸收，导致血糖快速飙升。加上许多餐馆还会额外添加糖、盐、油，让 GI 值和热量变得更高。虽然美味，却不利于血糖的控制。因此，羹汤、浓汤这类勾芡料理建议少吃，才能稳定血糖。第四，加工食品。我们食物加工程序越多、越精细的食物，人体更好吸收， GI 值通常就会比较高。例如，白米的 GI 值就会比糙米还要高，白吐司也会比全麦吐司来得高。而市售的即食燕麦片，因为经过加工处理更好吸收，它的 GI 值就会比传统需要长时间熬煮的燕麦片来得高很多。第五，食物切太细。
食物切得太细，会增加食物的表面积，使得食物在烹煮过程中更容易变得软烂，进而更容易被消化吸收，导致 GI 值上升。因此，我们建议食材尽量要切块，例如地瓜切块，需要更多的咀嚼和消化，血糖上升就会比较缓慢。而当我们把地瓜磨成地瓜泥，更容易被肠胃道消化吸收，血糖上升较为快速。因此，选择吃地瓜块，细嚼慢咽，会比吃地瓜泥还来得理想。第六，水果打成汁。很多人会以为水果是低 GI 的食物，就放心的喝果汁，但其实水果本身的糖分就不低，尤其打成果汁后，原本的膳食纤维会流失，糖分更容易被消化吸收， GI 值反而就会比吃整颗水果来得高。例如，我们吃圆形的苹果，对于血糖的影响就会比喝苹果汁来得少。了解这些 NG 的烹调方式，我们知道如何避免血糖飙升。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呢？有的，答案是抗性淀粉。究竟什么是抗性淀粉呢？简单来说，它就像膳食纤维一样在我们小肠中不容易被消化吸收。由于抗性淀粉会停留在我们肠道时间比较长，大约需要5到7小时才能被消化，因此血糖上升速度也会相对缓慢，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飙升的问题。举例来说，寿司或隔夜的冷饭，由于温度较低，其中的淀粉结构会转变为抗性淀粉，减缓肠胃对糖分的吸收。而意大利面因为多以全谷类制成，富含抗性淀粉，所以升糖指数也会比白米饭来得低，有助于稳定血糖。此外，糙米、荞麦等全谷类，以及生的马铃薯，还有冰地瓜，都含有不同类型的抗性淀粉，能有效降低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。那么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吃才能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呢？这边提供5点建议。第一，选择低 GI 的主食，我们可以选择像糙米、五谷米、全麦面条等低 GI 主食，这些食物含有较粗的纤维，比白米、糯米的 GI 值低。另外，偶尔摄取高 GI 食物时，可以搭配蔬菜或高纤食物，这样可以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。例如，我们吃白饭就可以搭配蔬菜，或者你吃白吐司，那里面可以夹生菜，都可以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。第二，选择低 GI 的蔬果。在水果方面，尽量选择新鲜水果，而非果汁。水果呢，选择低 GI 值的水果，如苹果、芭乐、柳丁等。而蔬菜方面，多摄取高纤蔬菜，如绿色花椰菜、绿叶蔬菜、高丽菜等等，这些都能够帮助稳定血糖。第三，选择健康的烹调方式，我们可以选择煎、烤、卤、水煮等较健康的烹调方式，避免油炸、糖醋等高负担的料理，有助于稳定血糖控制。第四，甜点适量吃，想吃甜点的时候，尽量选择低热量、少加工的甜品例如爱玉、仙草、蒟蒻等等，避免鲜奶油类的甜品。另外，水果干的糖分会很高，因此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水果干的食用。第五，控制总热量摄取。低 GI 饮食有助于稳定血糖，但最重要的还是控制总热量摄取。即使低 GI 食物总热量若过高，依然可能会引起血糖的波动。另外，我们要保持3餐定时定量，避免过度进食的情况。这边举个案例，张先生是一位糖尿病患者，最近他采取了一些饮食调整的策略，发现自己的血糖变得更稳定。他把白米饭换成糙米或全麦面条，并且搭配大量的蔬菜，这样让血糖上升的速度变慢了。另外，他放弃了喝果汁，改为吃新鲜的苹果，这样让他糖分的吸收变得更加缓慢。以前他习惯吃一些油炸的食品，现在他改为吃蒸或烤的食物，并选择原形的食材，如鸡胸肉和绿色的蔬菜，这让他吃的饮食更加健康。偶尔他也会想吃甜点，
这时候他就选择低热量的仙草或爱玉，而不是吃高热量的蛋糕，这样不会让他血糖急剧波动。最后，他调整了3餐摄取的量，并且开始保持固定的用餐时间，这使得他能够更加精准的控制热量摄取。透过这些改变，张先生的血糖变得更加稳定，整体健康状况也有所提升。总结一下今天内容，今天我们探讨了如何透过烹调方式来稳定血糖，远离糖尿病威胁。记住，选择健康的食材固然重要，但烹调方式更是关键。透过了解 GI 值，避开 NG 烹调方式，选择低 GI 食物，摄取抗性淀粉，并搭配健康的饮食习惯，我们能够有效的控管血糖，享受健康生活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明智的饮食选择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控糖妙招，也请留言跟大家分享哦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